Hello，大家新年快乐，好久不见，祝大家幸福健康赚大钱。距离上次不告而别，应该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吧？关于这段时间我到底在做什么，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聊聊吧。今天要来看的是未成年第1集。哦，好文艺的开头哦。お互いの誕生日に手紙を書く約束したよね。この手紙を読むことはないと思うから、これは出すことのない手紙ってことになるのかな。返事ももらえないね。でもそれでいい。この手紙で言いたいことは一つだけ。他有收到信吗？不对，是同一个人。信被退回来了，是不是？我怎么感觉这些镜头里好多细节都是接下来的伏笔？可是我的脑容量处理不了这么多东西呀，这太多资讯量了。2018高1哦。皆さん、生徒会興味ありませんか？水无赖哦。1年生から所属してれば会長にもなりやすいですし、受験でも有利に働きます。世の中には3種類の人間がいる。怎么又一个把人类给分种类的了？哦，你要去英雄救美吗？加害者、被害者、そして傍観者。是啊，这种情况最明哲保身的方式是叫老师。哦，それぞれ住む海も分かれていて、海域水が交わ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い。用了海来做比喻，这是刚刚的加害者吧？哦，他才是主角。哇！哦哇哦！这一幕拍的怎么这么有冲击力呀、金毛小狗，大师的面容浮现出了一张帅气的脸庞，他叫志川晴喜，哇、第3名哎，好厉害哦！志川晴喜在偷偷看他。雪じゃん。寒。俺めっちゃ雪好き。2019，距离他们初次相遇已经过半年多了。でもなんか一気に受験近づいた気がする。まだ2年だよ。いいかな。どうやってやばくね。どうすりゃいいんだよ。什么意思？有的学生上高2已经在担心大考了，有的还在担心没交到女朋友。数学どっからやるんだっけ？いや予習してない。まあでも大丈夫でしょ。果然都在偷偷看他哦。A イコールプラスマイナス古川さん他就姓志川是吧？音がちょっと有点社死。この複素数の値ですので我靠！どこ行くんですか古川さん。哎、你这前面的同学，你真的是跟班呢，不用跟上去吧？这种事。昼川ってなんでうちの学校いんの？一个一个上课都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先生の首絞めたってあれマジなんかな。有ああ、俺それ見た。哦，那个是老师哦。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一幕应该有什么内情。再開します。哦，老师回来了，所以刚刚老师离开去处理事情啦，难怪他们在聊天。週末のディナーなしになった。撮影をしてるんだって。こっちはわざわざアメリカから帰国するっていうのにさ。いいよ、母さんも無理して帰ってこなくて。他妈妈还在国外哦，然后还不能定期回来。何今の音。志川被家暴啊！
虽然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做旁观者，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要向前去关心哈。天哪，摊上这种老爸。他捡起来那盒是香烟吗？嗯，越来越神秘的哈，这个志川。哦，你家家境这么好啊，住这种公寓，但是就是常常一个人哈。なんで俺ってわかるんすか？ゴミ捨て場に落ちてました。吸い殻も一緒に。ちょっと見せて。俺のらしいわ。いやでも。不是他会抽的品牌是吗？水瀬さんを巻き込まないでください。蛭川さんとは違いますから。哦，老师还把学生分成2类嘞，这种老师真的是。不过水无赖这下就知道这个那盒烟确实不是志川的了。哇，好多人哦！这个屋顶，我第一次看到日剧的屋顶这么多人的，一般不都是私密的约会圣地吗？大家口中的志川都是这样子的。いや今狙ってる子賢い人が好きなんだって。もう今回は本気の本気の本気だから、ライクじゃなくてラブだから。気持ち悪い。所以他是平常回家都会经过他家，经过公园啊，他睡在公园，又被打了，逃出家里的吧？なんで水瀬がいんの？この辺に住んでるからか。ボンボンっぽいもんな。不是看起来，是就是。水。很不客气哦。我要给你，但是你要自己来拿。哦。还以为水无赖会贴心喂水，结果就是这样直接倒下去，还再一次。志川的眼神好朦胧，好迷离，张开嘴巴等着喂。这次还会手扶着，比较贴心一点的。你为什么都要这样？お前も早く帰れよ。お前マジでムカつく。水无赖真的是一个精英家庭的精英学生呢。それでは速やかに準備に取り掛かるように。以上。他们学校用那个教室用那个有滚轮的椅子，真的是很高级耶！这是贵族学校吧？所以他们才会说，为什么志川这样的学生会来这所学校。蛭川さん、このペースで休んでると留年しますよ。連絡くらい返せよ。哦，不要这样玩，不要这样玩，这收拾桌球很麻烦的。跑回教室，又营造出了2人独处了。哦，志川现在比较信任他了吼，还把自己的这种脆弱暴露给他看了。水无赖也一步步从旁观者变得越来越多的参与进他的生活了，从喂水撕贴布这种小事开始。而且一开始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会做，不太知道怎么照顾志川，然后都变得越来越温柔，越来越体贴。病院行ってないよ。心配してくれてたんだ。哟，志川没要求哦，水无赖还是帮他换新的贴布。先前的贴布没有像这样子完整的贴住伤的部位哦，所以是应该是他自己乱贴的。被害者，そして傍観者。你现在可不是旁观者了，是不是之后会有第4种人援助者？ありがとう。もうなしね。还下不为例，你这眼神看起来不像是冷酷无情的样子啊！
学校でも話しかけないでそれぞれ住む海も分かれていて水が交わ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い洋流是会交汇的啦。はずだった。对，本该如此，这句话是重点。然而，故事会怎么发展？第一集看完，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好文艺的一部片呐。不过，它是用最文艺的方式来描写最现实的故事。这个剧情里描写的这些事情，包括学生面对大考啊，在精英的学校里面遇到了混的同学，是选择旁观还是选择上前帮助？这些校园里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从长远的人生来看，我相信成年人应该都会觉得人生的一些经历罢了。可是这部剧叫《未成年》，就是从这一群青少年的角度去描写的。这对这群青少年来说呢，是生命里的惊涛骇浪。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第一次在生命里遇到对方这样子的人，不知道如何面对，不知道如何处理，不知道如何相处，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心里面对对方掀起的一些感受。对水无赖来说，这个世界上分成3种人。然而，就我们看腐剧这么多的经验来说，我们知道这种人以群分的规则，最后肯定都是要打破的。航平把这个世界分为这边和那边，于是就被太一打破了。平良呢，也把这个世界的人分为国王和平民，于是好像还没有被打破。千居貌似有想要撼动这个体制的意思，但是平良是这个金字塔体制的忠实拥趸者。唉。受不了，去平凉。反正不管，我看水无赖还挺聪明的，应该很快就会知道要打破这个规则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海水洋流交汇的那一天会激起什么样的水花。这集就看到这边，下次见，拜拜。今天要来看的是《未成年》第1集。おかしくてごめん。下一集就要来了吗？太快了吧！